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最近 AI 领域掀起了一场重量级合作，英伟达甲骨文和 OpenAI 正式结盟。表面上看，这是一场科技巨头的联手，但更深层的意义在于 AI 生态正在进入资本整合加技术垂直融合的新阶段。英伟达掌握算力军火甲骨文，负责云端与数据架构，而 OpenAI 提供算法与模型应用。三者一体意味着 AI 的核心价值链开始闭环，算力数据与算法不再各自为政，而是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全球 AI 产业集群。对新加坡而言，这并不是一场遥远的盛宴，恰恰相反，新加坡正好在这条 AI 资本流动的中枢线上，它既连接了上游的硬件制造与半导体供应，也承接着下游的 AI 应用与创新生态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当全球资本围绕 AI 疯狂流动，新加坡这个小国如何在风暴中心保持稳健？在这场 AI 军备竞赛中，新加坡并没有生产芯片，也不是 AI 模型的主角，但它却掌握了最重要的一环，连接资本算力与治理的中游角色。在上游新加坡的高精密制造企业如英诺特 Venture UMS 已经进入英伟达服务器供应链。与此同时，微软、谷歌、AWS 等国际巨头也在新加坡布局区域 AI 数据中心。这说明新加坡不造新，但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中拥有可替代性极低的中转地位。而在下游，新加坡企业正快速拥抱 AI 落地应用。无论是智能客服、AI 医疗，还是智慧物流，新加坡的企业都能以区域化的速度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市场。再加上政府推出的 AI Verify 认证体系与 AI 治理框架，国际公司更愿意在新加坡做合规试点。新加坡的 AI 定位虽然不是研发中心，却是可信枢纽。新加坡是 AI 资本循环中最安全、最流动、最可持续的节点。但 AI 盛宴并非没有代价，资本市场的狂热让 AI 领域的估值冲上云霄，而泡沫也在暗中膨胀。对新加坡来说，风险主要来自两端。第一是金融传导效应。作为亚洲最活跃的科技融资与风险投资中心，新加坡承接了大量 AI 主题基金。如果美股 AI 板块回调，投资信心的连锁反应可能波及本地市场，影响到新创公司和私募基金的流动性。第二是投入与回报的不匹配。现在的 AI 投资主要集中在算力与基础设施建设上，数据中心、电力、GPU 服务器都在烧钱，但真正的商业化收益还没跟上。新加坡如果一味追高投入而忽视应用端变现，可能陷入高热投入低效回收的陷阱。不过，风险也意味着选择。新加坡可以通过监管创新、资本多元化与政策引导，把 AI 泡沫的波动性转化为长期的金融韧性。新加坡的真正优势不在于争夺 AI 产业的中心位置，而在于在全球资本循环中稳住系统的稳定性。当 AI 浪潮进入慢性出清阶段，也就是泡沫不会崩，但会逐渐冷却，这正是新加坡的机会。凭借开放的金融体系、严谨的监管架构以及区域协调优势，新加坡可以成为 AI 资本调整期的安全港与重组平台。比如当巨头企业调整供应链，新加坡本地的中小科技制造商就能补位生产。当国际资金从高风险 AI 项目撤出，新加坡的基金与主权资本能低位吸纳优质资产。而当各国陷入 AI 治理争议，新加坡的 AI 道德框架能成为国际合作的信任标准。这就是所谓的稳态红利。未来5年 AI 将继续推动全球产业重塑，而新加坡的任务是在盛世的狂热中维持秩序的清醒。新加坡不需要成为 AI 算力的制造者，也不需要去追逐模型的风口，只要能继续稳住自己的3大优势：资本信任、政策治理、区域协调力，新加坡就能在 AI 浪潮的高位期继续稳稳获利。
因为在 AI 时代，真正的强者不是掌握最多芯片的国家，而是掌握流动监管与信任的人。当世界沉浸在 AI 的盛宴里，新加坡选择了稳中求进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观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